你每天都会吃水果吗？现代人的餐桌上四季都有鲜甜的水果，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只能在产季尝鲜。然而，在这些漂亮可口的水果背后，却藏着一个你意想不到的秘密。有些水果从栽种到收成都喷满了农药。一位有30年经验的老果农就提醒过，有5种水果在生长过程中农药用量特别高，我自己都尽量少吃。今天我们就来深入聊聊这5种农药最多的水果，了解它们为什么需要大量农药，防治哪些病虫害，以及我们该如何降低吃下农药残留的风险。看看以下有没有你平常爱吃的水果。上榜可不是要你戒口不吃，而是希望大家更注意清洗和挑选，吃得安心又健康。首先要说的就是葡萄，晶莹饱满、酸甜多汁的葡萄几乎是老少咸宜。但你知道吗？葡萄可能是所有水果里喷农药最频繁的。在果园里，葡萄从开花结果开始，一直到成熟采收，整个生长期几乎离不开农药，就像隔三差五要吃药打针的小婴孩一样脆弱。一般情况下，葡萄大约每隔7天就得喷一次农药。很多种植葡萄的果农1年下来要喷药10多次以上。如果碰上梅雨季节或天气反常，病虫害更加猖獗时，喷药频率甚至还要更勤。葡萄的果皮很薄，又特别容易感染各种病害，像什么白粉病、双霉病等等，随时伺机而动，不提早预防，几乎难以收成。所以果农们常说，没有农药的葡萄是种不出来的。如果采收时没等足够时间让农药分解殆尽，果实上残留超标的风险就很高了。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，为了让葡萄卖相更好，粒粒硕大又饱满，有些果园还会对葡萄下猛药。老果农透露，有的人会使用膨大树这类植物生长调节剂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在开花后把整串葡萄浸泡到特殊药水里，强行让果粒变得更大更圆。虽然这种做法在业界算是默许的惯例，所用药剂比如细胞分裂术，又称膨大剂，也有合法使用标准。但想到葡萄曾被泡在化学药水里吹大，身为消费者是不是心里有点发毛？而且农药残留加上生长调节剂，即使都符合法规，各种物质混在一起长期吃进肚子，对健康的影响实在难以估计。所以吃葡萄之前一定要仔细清洗，这点马虎不得。老果农强调，别看葡萄表面光鲜，实际上可能附着各种看不见的药剂，如果随便冲一冲就丢进嘴里，等于把农药也吃下肚。那我们该怎么安心享用葡萄呢？首先，选购葡萄时可以多留意来源和外观。如果能选择有产销履历、信誉好的品牌或店家，相对更有保障，因为这类葡萄在采收前通常都有经过检验把关。而从外观看，太过完美的葡萄反而要当心，颜色均匀鲜艳，每一颗大小如同复制粘贴般整齐漂亮，往往意味着果农用了更多农药来确保卖相。适度挑选那些外形自然、大小略有差异的葡萄，反而可能更安全。再来就是清洗方法，很多人喜欢把葡萄一粒粒从枝梗上摘下来再洗，但这其实不好，因为果粒一旦脱离枝梗，果蒂的小孔就直接暴露出来，水洗时残留的农药反而可能随着水流渗进葡萄内部。正确的做法是，先整串冲洗，用流动的清水轻柔地冲掉表面灰尘和初步残留，接着泡盐水或小苏打水几分钟，再用手轻轻揉搓每一颗葡萄的表皮，把隐藏在果霜和缝隙中的农药带出来，最后再以清水彻底冲干净，并且浸泡个15分钟左右，让残余农药慢慢溶出。处理虽然花点时间，但想一想，这可是为了把潜伏的农药都请出去，吃起来才能安心甜蜜，不是吗？总之，葡萄的美味伴随高风险，贪吃美味之前，务必要做好挑选和清洗功课。老果农提醒，像葡萄这样农药多的水果，实在不宜天天大口吃，要吃也要挑对，洗净后再吃。接下来不得不提草莓。草莓红艳可爱，香甜多汁，不管大人小孩都对它爱不释口。然而，看似梦幻的草莓，其实有个残酷的头衔，连续好几年被评为农药残留最多、最脏的水果。很多人可能以为草莓长在温室里或草地上，应该比较干净吧？事实正好相反，
草莓在栽培过程中离不开农药，可谓几乎从头喷到尾。为什么呢？主要是草莓太娇嫩了，它的根系很浅，果实软嫩多汁，稍有照顾不周就容易腐烂。生虫加上贴近地面种植，土壤里的细菌真菌也容易侵袭它。为了防止病虫害，草莓从幼苗期开始就得施用杀菌剂、防虫药，一直到结果成熟前都反复喷洒。可以说在农药的陪伴下长大。如果哪个环节省了药，可能一场雨下来，草莓就发霉烂光光，或被虫儿钻得满穴，果农1年的辛苦就泡汤了。更可怕的是，草莓常被检出多种农药残留。有机构对市售草莓做过农药检测，发现超过90%的草莓样品含有2种以上的农药残留，有些甚至同时残留7、8种之多。曾经还有一次抽检爆出惊人消息，某批草莓验出了高达17种不同的农药成分，仿佛撒了农药大拼盘。虽说每一种都在法规残留容许量以内，但叠加起来，谁也不敢说对人体完全无害。要知道，农药吃进身体不会立刻让你中毒倒下，但长期的慢性累积会增加肝肾解毒负担，有些还可能扰乱内分泌，影响神经发育，增加罹患某些疾病的风险。难怪有人戏称，一不小心，草莓就从甜点变成了毒点。这话听着吓人，但目的就是提醒大家别忽视草莓上的农药问题。由于草莓果皮薄，又布满小孔，那一粒粒种子所在的小凹坑，农药残留特别容易附着且藏匿其中，清洗起来非常棘手。老果农就特别叮嘱，千万不要学。有些人摘草莓时边采边吃，以为新鲜现采最美味，却不知道你没洗就吃下去的，其实还有一堆看不见的农药。正确的清洗方法和葡萄有点类似，首先用流动清水冲掉草莓表面的泥土尘埃，动作一定要轻柔，避免把草莓表皮戳破。接着准备一盆加入食盐或小苏打粉的清水，将草莓连蒂头放进去浸泡约5到10分钟。盐水含苏打水可以帮助中和溶解部分残留的农药，但要注意浸泡时间不宜过长，最多10分钟左右就好。时间太久反而可能让草莓吸收部分农药回到果肉里。最后再换上干净的流动清水，多冲洗几遍，同时用手指细心地揉洗草莓表面的每个小凹槽，把藏在里头的肮脏东西带出来。处理完的草莓最好现洗现吃，如果不马上吃，就用干净纸巾轻轻吸干表面水分，冷藏保存，减少再次发霉的机会。简单来说，草莓好吃但难清洗，一定要花点功夫，泡一泡，搓一搓，冲干净，别嫌麻烦。只有这样做，你才能尽量享受草莓香甜的同时，把农药阻绝在体外。而对于特别注重健康的人，如果实在担心农药，可以考虑减少生吃草莓，改用煮熟、打成果酱等方式食用，或干脆选购有机草莓。不过价格昂贵且不易买到。总之，草莓美味虽诱人，千万记住洗干净再入口。这句老话，别让甜蜜的果实成了农药鸡尾酒。一提到苹果，许多人脑中浮现的是一天一苹果，医生远离我的健康谚语。然而，如果苹果上的农药没清洗干净，医生可能还没远离，你的肾脏、肝脏就先累坏啦。不少人误以为苹果树比较耐旱耐病，苹果有厚厚的果皮保护，所以种植时不需要太多农药。事实上，苹果在生长期间同样需要施用杀虫剂和杀菌剂，以防果树遭病虫侵袭，尤其是苹果最怕的几种虫害，例如钻果肉的虫子，俗称苹果虫或杜蛾幼虫。如果不喷药，预防成熟时，每颗苹果里可能都住着一条白白胖胖的小虫。为了避免这种灾难，果农们会在苹果花谢之后，果实初期发育时就开始打药，定期防治虫卵和真菌。此后每隔一段时间，视病虫风险而定，都要再喷药几次，整个结果季至少打上数轮农药。可以说，在农场里长大的苹果，几乎每一颗都曾多次享用过农药大餐，只是我们看不出来罢了。除了在树上喷药，苹果采收后还可能会变装打蜡。你是否注意过，市场上的苹果经常个个油光发亮，摸起来滑溜溜的？那是因为为了延长保存期并增加卖相，许多苹果在采摘后
会在表面均匀地涂上一层保鲜蜡。理论上，优良厂商使用的是食品级天然蜡，例如蜜蜡或可食用树脂。这种果蜡本身对人体无直接毒性，可以随食物排出体外。但问题是，有些不销商家可能贪图便宜，用的是工业蜡，里头掺有重金属或有害溶剂，这对健康就非常不利。此外，不管是天然蜡还是工业蜡，都有一个共同点，蜡层会粘负荷锁住农药微粒，也就是说，苹果上残留的农药可能被封存在那层光亮的果蜡下面，一般用清水冲一下是很难洗掉的。厚厚的苹果皮反而成了农药的顽固堡垒，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说苹果的农药残留最难清除。有研究指出，一些常见的苹果农药，像杀真菌剂和杀虫剂，可以残存在果皮蜡质中，清水洗不掉，连用清洁剂洗也只能去除部分。想到这里，再光鲜诱人的苹果，是不是也让人有点不放心了？那么，苹果到底该不该削皮吃呢？老果农给出了他的建议。我已经10多年不直接啃苹果皮了，他每次吃苹果都会先把表皮削掉，宁可少摄取一点膳食纤维，也要确保把可能的农药和果蜡去除。如果你舍不得苹果皮的营养，想连皮吃，一定要非常彻底的清洗干净。正确的清洗方法是，先用流水充分冲洗苹果表面，再用食盐或小苏打粉撒在苹果皮上，双手用力揉搓整颗苹果的每一处，包括凹陷的蒂头和肚脐部位，也就是果梗和花萼残端那两头，这些地方是污物和农药残留的集中营，要多搓几下。食盐有研磨和杀菌作用，小苏打水呈碱性，能中和部分酸性的农药成分，两者都是清洁果蜡和农药的好帮手。搓完之后，用清水反复冲洗几遍，把盐分和溶出的脏东西带走。经过这样处理的苹果，表皮会变得稍微没那么亮，摸起来也不那么滑了，表示蜡质基本清除，农药残留也大大减少。当然，最保险的还是用削皮刀削去整圈果皮，连同表面的农药和果蜡一起丢掉。虽然苹果皮富含膳食纤维和植化素，但如果它夹带着农药，那还是不吃为妙。另外提醒，削苹果皮的刀具和砧板也要清洗干净，避免残留的农药污染果肉。总之，苹果能削皮就削皮，不能削皮就务必彻底清洗。别忘了，苹果可是大家日常最常吃的水果之一，千万别因一时大意把农药连同苹果一起吃下去。天天一苹果换来的可能不是健康，而是农药慢性累积的压力。香甜多汁的橘子也是很多人喜爱的日常水果。不过你可能不知道，橘子的种植过程同样离不开农药，而且有些果农对付橘子的手法可以说是匪夷所思。老果农透露了一个内幕，种橘子几乎没有不打农药的，有的果园直接在橘子树树干上打孔，把药剂注射进去。听清楚了吗？不是在叶子上喷洒，而是像医生打点滴那样，把农药打进树干的孔洞里，让整棵橘子树都吃药。这么大费周章，到底为什么？果农解释说，这种树干打针是为了让药剂随着树叶输送到每一片叶子和果实，从里到外保护橘子树不生虫不生病。同时，有些营养剂或植物激素打进树体后，还能促进果实甜度提高，果皮变薄，果树生长旺盛。换句话说，打一针顶多针，既防虫又催生长，可谓一举多得。听起来很神奇，对吧？但对我们消费者而言，这画面实在让人心里发毛，药都直接打进去了，那长出来的橘子岂不是每一颗都带着药？虽然树干注射的药剂都有严格的安全间隔期，也就是施药到采收必须间隔一定天数，让农药降解，但难保每个果农都严格遵守。如果有人为了抢收提前摘果，就可能造成橘子果肉内仍残留超标的药物成分。我们平常剥开橘子就直接往嘴里送，从没想过连橘肉里都有农药的可能性，是不是有点细思极恐？其实大部分橘农还是采用传统喷洒农药的方法，并非每家都会给树干打针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橘子树一生几乎免不了多次喷药。柑橘类果树容易受到蚜虫、木虱、果蝇等害虫侵扰，也会感染如溃疡病、黑心病等病害。所以从春季萌芽开花结果开始，
园丁们就得定期喷洒杀虫剂和杀菌剂。有经验的果农会根据虫害预报和天气情况灵活用药，但一年下来喷个7、8次药是跑不掉的。一些规模大的柑橘园甚至会采用无人机空中喷洒，药剂像薄雾一样覆盖整片果林。想象一下那画面，满园橘树在阳光下闪着药水的光泽，结出的果汁自然也难免沾上药剂了。所幸橘子的果皮相对较厚，我们吃橘子通常都剥皮，不像葡萄、草莓是连皮吃，农药残留对食用者的直接影响稍微低一些。但是这不表示可以掉以轻心，因为农药残留大量集中在橘子皮上，剥皮时手一碰，还是可能把残留沾到手指，再接触果肉或其他食物入口。尤其小朋友吃橘子，常常连皮拿着啃几口吸汁，如果皮上有药就麻烦了。所以在吃橘子前，最好也用清水把表皮冲洗干净，再剥皮取肉，这样至少能去除皮上附着的灰尘农药，避免剥皮时污染果肉。需要特别注意的是，有些人喜欢用橘子皮泡茶、做果酱或蜜饯，认为橘皮有特殊香气，又有中医所说的理气化痰功效，陈皮就是干燥橘皮嘛。但如果你拿的是市售普通橘子皮，而非有机来源，那就很危险了。前面说过，橘子皮上可能残留多种农药，还有保鲜剂、防霉剂等化学物质。市售柑橘为了长途运输和保存，通常会在采收后给果皮表面再喷洒或浸泡防霉药剂，例如抑制青霉菌的药，甚至上一层蜡封孔保鲜。所以未经处理的橘子皮其实是不适合直接食用的，更别提拿去泡水喝或入菜。如果真要利用橘皮，务必先用热水和食用碱洗刷几遍橘子表面，去掉蜡质和大部分农药，然后削下皮来反复汆烫，如此处理过的橘皮才勉强干净。老果农摇头说，其实一般人家没那么多时间功夫处理橘皮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非有机橘子皮绝对不要食用，乖乖把它当废料丢弃。毕竟我们吃橘子主要是享受那颗粒晶莹的果肉甜汁，果皮再好也不要因小失大。总结来说，橘子非常需要农药防护才能顺利长成。我们虽然不用因为怕农药就不吃橘子，但一定要记得，橘子皮碰过农药，剥和洗都要讲究，绝不能拿未经处理的皮直接入口，这样才能放心的大口吮吸美伴橘子的香甜，而不用担心把农药吃进去。最后一个上榜的是热带水果代表荔枝，以及和它很相似的龙眼。每年盛夏，荔枝和龙眼鲜红棕黄的果实挂满枝头，香气甜柚，汁水饱满，是许多人最期待的时令水果。然而你可能没想到，这些甜滋滋的热带水果从果园到餐桌，往往都离不开化学药剂的洗礼。首先，在种植过程中，荔枝和龙眼树同样需要大量农药防治病虫。南方湿热的气候环境既孕育了荔枝那独特的蜜味，也滋生了各种害虫和病菌。荔枝春象俗称跳油蚕，会刺吸嫩芽枝叶，荔枝鸣蛾幼虫会潜入果核筑食，龙眼也有此祸，螨虫等侵袭叶片果实。此外，还有炭疽病、霜霉病等真菌疾病虎视眈眈。如果不提早喷药预防，荔枝龙眼可能还没熟就烂一片或掉光了。所以在花穗抽出、结果期以及果实膨大期，果农会针对不同威胁轮流喷洒杀虫药和杀菌药，一季至少也要喷上好几遍，才能保住丰收。我们从市场买回的荔枝、龙眼，外表看起来或许没有明显的药剂痕迹，但其实在果园时期，它们早就多次沐浴过农药。所幸荔枝和龙眼都有一层粗糙坚韧的外壳，果肉不直接暴露，因此绝大部分喷洒的农药残留都停留在果壳表面，透进果肉的相对较少。这也是吃这类厚皮水果比较不容易吃下太多农药的原因。然而故事还没完，更大的挑战在采收之后。大家可能注意到，荔枝从树上一摘下来，放室温下没几天壳就会变黑褐色，果肉也很容易发酵酸败。龙眼虽然壳厚些，但摘下来也难存放太久，肉汁会渐渐变酸。为了把鲜荔枝龙眼运送到远方市场，仍保持鲜红新鲜，果农和水果批发商们常用上一些特殊手段。
最普遍的方法之一就是化学保鲜，将刚采收的荔枝、龙眼整篮进入特制的保鲜药水，或放入熏蒸室内，用熏馏的方式处理。这些药剂通常是亚硫酸盐或其他抑菌防腐的化学物，作用是杀死壳上残留的微生物，防止果皮迅速变色，并抑制果实的呼吸作用，从而延长保存期。经过药水浴的荔枝可以在冷藏条件下保持果壳鲜红，果肉晶莹，至少新鲜多存放几天不坏。处理过的龙眼则壳不易发霉，果肉较耐放。对商家来说，这样才能把水果从产地运到各地销售而不损失太多。然而，对消费者来说，问题来了，这些保鲜药水和熏蒸用的化学剂难道不会残留在水果上吗？答案是一定会有少量残留在果壳上的。虽然大多数国家规定了熏蒸剂和保鲜剂的使用浓度，不至于让果肉吸收进太多，但果壳上附着的一层化学物质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。有新闻报道显示，一些经过增色保鲜处理的荔枝，果壳摸起来甚至有微微的化学气味或粉末感，那就是药剂的痕迹。所以在食用荔枝、龙眼前，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，千万别拿起来就直接磕开吃肉。正确的做法是先用清水将整颗水果彻底洗净，最好能反复冲洗或在干净水中浸泡几分钟，减少果壳表面的药剂残留。洗的时候可以顺便剪掉部分果茎和枝叶，因为那些地方可能附着更多农药或保鲜剂。洗干净后，再用干净的手剥壳取出果肉。如果对来源不放心，剥壳时甚至可以戴上医性手套，避免手直接接触壳上的化学物质后又抓果肉。虽然这样做有点小题大做，但为了健康，有时候宁愿麻烦一点比较好。另外，部分人爱吃连壳带肉的桂圆干、干龙眼，或用荔枝干泡酒入药。要注意，若这些干果原料在新鲜时就经过药剂浸泡保鲜，那加工成干货后残留的化学物质浓度相对更高，水分蒸发，残留物相对集中。因此，购买桂圆干或荔枝干时，更要挑选信誉良好的品牌和来源。如果自己动手把新鲜龙眼、荔枝暴晒烘干，一定要先充分清洗果壳再加工，避免不必要的残留。总之，荔枝、龙眼这类热带甜果虽美味，从甜尖到舌尖却难免经历农药和保鲜剂的考验。我们享受它们独特风味的同时，可千万记得老果农的提醒，能少吃就少吃，想吃时就勤洗手、勤洗果，谨慎对待它们的果壳。只要多一分留意，就能少一分风险，安心品尝荔枝龙眼那夏日的甜蜜滋味。听完以上介绍，也许你会有点担心，这5种水果农药这么多，是不是以后都不敢吃了？其实大可不必恐慌，水果毕竟富含维生素、膳食纤维和各种植化素，对健康有很多好处。我们不能因为有农药风险就完全不吃，而且法规对于农药的使用和残留量都有严格规定。正常情况下，市售水果中农药残留多数在安全范围内，只是老话一句，不怕1万，只怕万一。如果能掌握知识，降低风险，为什么不呢？以上提到的5种水果，葡萄、草莓、苹果、橘子、荔枝、龙眼，它们或因自身特性，或因市场需求，成为农药依赖度最高的几种果品。我们在享用它们时，要特别注意，挑选信誉好的来源，仔细清洗或削皮，适量食用。能够找到有机或无农药种植的，当然最好，但如果没有，也务必按照建议的方法处理干净再吃。其实不光这5种，很多水果和蔬菜多少都有农药残留，只是相对下这几种更突出。我们可以把这些知识运用到日常生活中，举一反三，比如知道草莓难洗，就对类似的莓果、覆盆莓、蓝莓也多点耐心清洗。了解荔枝会药水浸泡，就对其他进口热带水果如龙眼、百香果等也提高警觉。老果农的用意并非要我们恐惧水果，而是提醒大家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知道哪些水果农药多，我们就能在享受美味的同时多一分防范。不仅吃之前要洗净去皮，平常也可以多轮换不同种类的水果，不要长期偏爱某一种，这样既均衡营养，
又避免从单一来源累积太多同种农药残留。最后要再次强调，好好洗水果，这是最简单、有效降低农药摄入的方法。别偷懒，花点时间给你的水果洗个澡，就是在为自己的健康投资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让你对水果背后的农药真相有更深入的了解。下次当你咬下一口甜美多汁的水果时，能够更安心，也更珍惜农民的付出。吃得开心，吃得放心，才是真正享受水果之道。记住老果农的嘱咐，祝大家都能远离农药困扰，健康地享用大自然的甜美馈赠。